那是我所见过野外生存最勤劳的一个男人。他不但建造庇护所够快，而且做事一丝不苟，非常细心。哪怕是出门采买物资的功夫，他都会带着家中最值钱的火炉。把火炉安放以后，马哥为屋外的烟囱围上一圈石头，否则灼热的烟囱极有可能点燃草皮。接着他又去寻找更多的石块，将其再围绕着火炉再码放一圈。竣工之后，马哥根据房顶上的空隙，把原木的两端削尖，然后搭配着草皮做好屋顶的搭建。现在看上去完全是严丝合缝，挑不到一点问题。哪怕是在没有门的情况下，屋内温度均可达20多度。接着马哥又切割了几块木板，准备为屋顶的天窗装个盖子。他用螺丝先将几块木板固定，然后用锯子切割掉多余的部分，最后只需在盖子上安装2个荷叶，随后固定在天窗上，这项工作就完成了。随着暮色的来临，马哥也回到屋内开始烹饪晚餐。他将食材坐在火炉上加热，然后加入一些酱汁，再倒入煮沸的水里，得到一份可口的晚餐。随后来到第二天的早上，醒来的马哥穿上更厚的衣服，毕竟随着秋季的结束，户外的温度也低了许多。他简简单单先吃了口早餐，然后在家门口开始刨土。他准备在这里再搭建一个土灶，将土坑挖好后，马哥又挖了一条排烟通道。随后他把石块铺在土坑的四周，这样不仅能防止土坑出现塌方，还能有效的反射热量。接着他用一块大小合适的木板覆盖在排烟通道上，并且用泥土进行回填，这样一个便于烤肉的土灶就完成了。等做好这些之后，马哥的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，他手都顾不得洗就开始腌制五花肉，随后撒上辣椒面便直接放置在烤架上。8分钟后，马哥搭配着面包和烤肉结束了一天的生活。这是我在野外见过门最小的庇护所，要不是我之前看过，真的以为它只是一扇窗户。随着冬季的到来，马哥也是卯足了劲的干活。他打算今天将木门给彻底完善，用切割好的木条定出一个门框后，马哥用钉子将其固定在门口的位置。虽说大小看上去是小了一点，但我想着应该会缩短不少工期。随后他用几块木板开始制作木门，将其切好大小之后，马哥先在木板边缘涂抹了结构胶，然后把木板粘在一起，这样刺骨的凉风就不会从缝隙中穿过。为了让其更加牢固，他还在木门背面加装了2个木条。随后他来到屋外给木门安装荷叶，用螺丝牢牢地钉好后，马哥把门口的地面先清理平整，然后把木门再安装上去，这样木屋的整体搭建工作就完成了。做好之后，马哥打算给我们秀秀他的厨艺。他在锅底先放入2根香肠，然后把土豆掏空，再放入一些奶酪，接着把盖子给盖上，放入土灶中加热。半小时后，一份不知名的美食就出锅了。转眼来到次日的清晨，洛克天还没亮就起来干活。他在木门的缝隙处加装了保温棉，这样火炉产生的温度才会更好的为木屋带来温暖。接着他去找来一根弯曲的树枝，然后用螺丝将其固定在门上，得到一个极具艺术气息的门把手。完成后，马哥便开始烹饪今天的早餐。他给自己先炕了4个摊馍，然后冲泡了一杯预防感冒的板蓝根。此时心情极好的他端着杯子走出屋外，顿时感觉当初在皮尔特沃夫做董事长的日子也没有这般快活。吃饱喝足后，马哥把简易的木板床拆掉，然后把地面上的泥土清理平整，因为他今天要给家里铺设一层地板。用尺子测量好大小后，马哥把收集来的原木去皮，并且切割好大小。这取之不尽的木头让马哥干起活来是得心应手。他一边铺设着原木，一边用泥土进行回填。但是在铺设到一半的时候，马哥又用木板替代了原木，毕竟不大的空间还是要做到泾渭分明。将木头床重新安装后，马哥把剩余的地面全部用木板铺设。看到这里，肯定会有小伙伴好奇，这一片片的木板是哪来的？那自然是马哥一点点锯出来的。完事后，饥肠辘辘的他便着手准备晚餐了。考虑到自己的肚子实在太饿，所以马哥怎么简单就怎么来。他将切好的牛肉先煎熟，又在上面打入了几个笨鸡蛋，最后再撒上一点盐和黑胡椒。美好的一天便愉快地宣告结束。没想到才1夜的时间，乌克兰就下起了大雪。虽然户外此时的温度很低，马哥还是忍不住走出屋外，然后把家门口的积雪清理了一下，准备将最后几块地板也一起完善。但这时候意外却发生了，被砸到脑袋的马哥很是刺痛，他躺在床上休息了整整4个小时，也算是他的脾气好。这要是小编的话，非要把那块木头锤得稀巴烂。醒来后的他打算给自己先烹饪午餐，如果不吃炖好的实在是不划算。他把肉块切好后先放入锅里煎炸，最后加入一些融化后的血水，再放上切好的土豆。半小时后，一份可口的焖炖牛肉就出锅了。
马哥吃好后开始接着忙碌，他用几块木板在门口搭建了台阶。毕竟随着气温越来越低，臃肿的棉袄让他进出很不方便。在钉子和电锯的加持下，马哥很快就完成了这项工作。随后他来到不远处的河边，用斧头将冰冻的河面凿开。在估算冰面的厚度之后，马哥打算明早回家去更换装备，但在这之前，他还需要在这里停留一晚。等回到庇护所，他开始准备夜里用的柴火，但是冰冻的木头看上去十分坚硬，马哥只好改用了斧头。但是劈着劈着，他就联想到早上被砸脑壳的事情，于是马哥秉着一报还一报的原则，将一肚子怨气劈在无辜的木头身上。怨气撒完之后，马哥将木柴整齐地码放在台阶下面，然后他简简单单做好晚餐，吃完便沉沉地睡去。转眼来到第二天的早上，马哥回家换了一身崭新的棉袄，并且拖着他的钓鱼工具出现。在木屋里休息了片刻后，马哥拖着小车往结冰的河面走去。他在冰面上先凿了个窟窿，然后静静地等待鱼儿上钩。但是半小时过去，鱼钩在冰面下竟没有一点反应。马哥刚开始以为是这个钓位不行，然后他换了一个地方接着等待。最后气急败坏的他又认为是钓饵太大，鱼儿咬不上钩。可是即便更换了钓饵，马哥还是一无所获。最终他也只能以空军收场。但没想到在临走前还有意外的收获，那就是一脚踩空弄湿了袜子。可当他从衣服里拿出引火物的时候，我又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马哥安排好的环节。将篝火引燃后，马哥把浸湿的鞋子先放在一旁烘烤，然后再取出一块五花肉。这烤出来之后，不得自带一股汗臭的脚丫子味吗？但马哥并不在意，还吃得格外津津有味。待饱餐一顿之后，湿透的鞋也彻底干透。马哥在离开前还是做了最后的努力，但最终结果还是不言自明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